像过去回复信件、生产关键字、翻译新闻摘要、情绪分析、文案撰写等等之类的工作，这类的工作的自动化现在都变成了可能。所以今天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哪一些工作是可以交给电脑或 GPT 来做的，结合这些工具以后，它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效率跟便利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大家身边一定都有的某个 Kevin。你的工作是否总是在电脑上做那些一成不变的事呢？那这些工作是不是可以交给电脑，甚至更进一步，把部分的工作交给 ChatGPT 来做一些复杂的判断或整理，但却是让电脑是自动完成呢？如果你也是那种连到处复制贴上都不想做的人，那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自动化工具，让我们来继续研究如何把 AI 的生产力发挥到最大吧。在上一部影片有提到，自从 ChatGPT 诞生，透过 GTP 甚至是其他的 AI 来提升生产力，已经开启了完全不同维度的可能性和潜力。因为现在你可以轻松的把过去难以用程式自动化的工作也交给 GPT 来执行了。所以我想找的自动化工具，希望至少可以结合 Notion 和 ChatGPT， 并和大家简单的介绍3款自动化工具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3款中的 N8N， 它结合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应用，可以帮助你自动化完成一些重复性的任务，像是可以指派任务给 GPT 做，然后把资料返回 Notion， 或者你可以用它来收发 email、发社群的媒体贴文等各种任务。你可以自己免费部署 N8N 并无限量的使用，也可以付费租用官方的云服务。不过既然都用 N8N， 当然是要自己部署啊。也有一些进阶的付费功能啦，但一般人应该是用不太到，像是协作功能，或者是把 log 发送到外部端点之类的，这种实在太进阶，我暂时也还看不太懂。那至于关于 N8N 的详细使用许可，可以到官网的 GitHub 的 License 页面参考。但3款自动化工具中，为什么我会选上手难度较高的 N8N 呢？首要原因是 N8N 可以自己免费部署，并且无限量的使用，免费的就可以达到我需要的效果，而且自己部署没有执行量的限制，而且假如我又办得到的话，那何乐而不为呢？其次就是另外2款自动化工具 Zapier 跟 Make， 其实目前教学资源已经稍微相对较多，而且如果愿意付费使用另外2款的人，应该也不介意花钱叫别人来教，或者是跟别人买现在已经有的一些课程。所以假如那2款工具我就算自己学会了，那也没啥做影片分享的必要。而且大家如果有试着去搜寻 N8N 官网或是网络上的教学，应该会晕头转向，因为目前大部分 N8N 相关的资讯都是英文，而且即使是中文资讯，写那些资讯的人我猜大概是工程师吧，如果没有一些稍微进阶一点的知识，可能会看起来像是无字天书，像是我一开始都几乎都看不懂。所以我想说，那既然我要研究，那我就专注在可以免费部署而且无限量使用上的 N8N 好了。做完之后还可以把结果跟大家分享，帮助 N8N 建立一些中文的教学资源。那这次影片会先介绍试用方式和基础使用方式。原本我想先做影片，其实是按照自己的研究顺序，所以原本打算从自己部署 N8N 开始，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先部署，然后开始试玩 N8N， 整个顺序跟别人很不一样。而且因为这次 ChatGPT 还是很好用，所以其实我总共花10几个小时就把所有的问题排除完。但我在做影片的时候想到，如果大家连 N8N 可以做什么都不知道，一进来就先看部署，那就算介绍的再怎么简单，应该也先被吓跑了。所以本次影片我又花了10几个小时，汇整了试用和基础使用方式，把这些研究过程浓缩至本影片。后面我会再补上比较进阶的自己部署 N8N 影片。如果你想看这系列的影片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才不会错过后续影片。那至于后面可以介绍什么，也可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没有什么想看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你可以安装电脑版在自己的电脑执行，这是官方认证最快能试用 N8N 的方式。可以从官网载点下载，不过官网上我找不太到从哪里可以连到下载页，但是你可以在 Google 搜寻 N8N PC， 第一个连结应该就是 Install Desktop，
然后里面就是下载连结，看你是要使用 Windows 还是 Mac 版本。Windows 版本解压缩后要安装，然后如果是 Mac 版解压缩就可以直接执行。但不管是 Windows 还是 Mac 版本，电脑版的第一次执行好像都稍微要等一下，可能是它在背景跑一些设定吧。然后如果是 Windows 版已经等很久，但还是一直没有看到东西跑出来，可以点左上的 View， 然后选 Reload 试试看。电脑版一开始画面会出现一个填资料的界面，这边应该是问卷，但其实可以什么都不点，直接点右下角的继续 Continue 按钮就可以进入画面了。然后再点 Start from Scratch 就可以开始了。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翻译，为什么会是一个 Scratch， 反正它就是创建一个新的工作流来开始的意思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依照官网的说明，电脑版仅供试用。它提到2点，一个是无法访问社区节点，这我不太懂是什么意思，可能是说它官网论坛有节点，但是电脑版不能用吧。然后再来就是节点跟版本可能不会更新到最新的版本，像部署的版本应该是可以更新到最新版。那我的版本是 0.224.4， 比电脑版的 0.216.2 还要新。不过即便是这样，我也有试过像 OpenAI API Key 这种比较新的节点，其实电脑版也还是有，所以应该也是不至于到太旧。然后还有2点我觉得也要注意的是，电脑版的资料是存在电脑中，所以如果你换一台电脑，除非你把它的资料库设定成同步到云端，或者你是没有办法跨电脑使用的，而且它的资料库隐藏的好隐秘。然后第2点是电脑版要一直把 N8N 的视窗保持开着，所以相关的工作流设定才会运作。那如果你可能会跨装置使用 N8N 的话，以及你平常使用电脑可能会关机，那建议还是部署一个 N8N 服务，你会比较方便。那 N8N 也可以在官网试用，在官网的首页，不管是点右上的 Get Start 或者是中间的 Get Start for Free， 都可以申请试用。我自己是没有在官网试用过，但我猜它的界面就是跟自己部署网页版是一样的。然后要申请试用，你应该要先绑定信用卡，然后30天后如果还在用的话，它会用每月最低$20费用帮你续约。那通常这种订阅式服务都有一个地方让大家可以设定不要续约，但因为我没有使用过，所以如果有用这个方法测试的人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如何设定成不要续约。那以上就是2个试用的方式。如果你只是想要先研究看看 N8N 里面有没有你想要用的工具节点，或者是想先摸摸看 N8N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难，那你可能不用先急的部署，先试用看看。那如果你进入 N8N 后，它只有英文界面，虽然它的界面不多，所以用英文问题其实也不大。但如果英文真的很让你困扰的话，你也是可以用网页版，然后使用翻译的插件。像我是使用 Chrome 浏览器，它可以使用 Google 翻译，或者是用沉浸式翻译这2款插件。那你可以按右键翻译，或者是自己设定热键后，就是都可以很方便的透过 Google 把界面做翻译。那差别只是在于 Google 翻译是直接把英文翻成中文，然后沉浸式翻译是保留英文，并且在下方提供一个中文的对照。不过有时候会因为网页设计有字数的限制或一些其他问题，字体的显示可能会错乱。那像我2个都会用，就是看实际使用的状况来因应。那进入 N8N 后，首先会出现的是工作流的页面。一个工作流就相当于是一整包工作，里面可以是简单的工作流程，也可以是比较复杂的工作流程。每一个工作流程都可以单独跑。如果设定成 Active， 就会按你设定的逻辑执行。比方说你可能是安排每分钟执行一次这个工作流，然后把这个工作流设定成启动。N8N 每分钟就会执行这个工作流。那每一个工作流的界面，它就像是一块很大的画布，你可以在工作流的页面自由奔放编辑自己的流程。如果你要移动这个画面的话，在空白处 Mac 上用触控板的手势2指的手势就可以移动画面了。那在网页版的话，按下滑鼠的中键也可以移动画面。
但是在 Windows 的电脑版，如果是用滑鼠的话，却需要先按下 Ctrl 再按滑鼠左键，你才可以拖移画面，非常奇怪的设计。又多一个理由让自己部署 N8N 了。然后左下放大缩小图示，想当然尔就是把画面放大或缩小，然后以及你如果不小心把画面移动到迷路不知道在哪里的话，点左下角的这个方框图示也可以回到有节点的地方。右上角的储存 Save 就是要储存这个工作流，然后右上角的3个点点开还可以点下载 download 这个目前这个工作流，它会存成一个 JSON 档，然后你也可以透过从档案导入 import from file 导入你之前另存的这个工作流的 JSON 档。不过比较快的研究方式应该还是直接复制工作流，你可以复制官网上的工作流范本来研究，只要点 Copy Workflow 按 Ctrl+C， 那如果是 Mac 上的话就是 Command+C 就是复制，然后在你想要贴上的地方按 Ctrl+V， 在 Mac 上的话就是 Command+V， 就可以把那串工作流贴上来了。如果你把资料贴在纯文字工具上，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串资料，它看起来应该是 JSON 格式。那同样的，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界面上的工作流程先用滑鼠做框选，一样 Ctrl+C， 然后在你想要贴上的地方按 Ctrl+V， 就可以把那串工作流贴上来。你甚至可以从网页版上面复制的工作流资料，然后贴回到电脑版上。那关于工作流这边特别提醒一下，就是如果你已经建立好一个正确的工作流，你想要修改这个工作流的话，建议你可以先在界面上点工作流的旁边3个点，然后选择复制 Duplicate， 先复制一份工作流，然后修改那份复制出来的工作流，然后千万不要搞错哪一个是原本正常的工作流，因为 N8N 每个人的需求或内容不同，所以有时候你明明做好一个可以运作的工作流，然后你想要去修改，但是不小心动到了什么东西，你可能整个工作流就坏了。对，这是我的血泪经验。那虽然你可以透过像Command+C 这样子的快捷键来恢复上一动，不过如果你已经存档的话，那是不能恢复到上一个存档的，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心血。那当然，即使你是用部署版的网页版，整个N8N 资料库是可以备份的，那这个也可以在后面的影片的时候再教大家怎么用。然后 N8N 支持哪些应用呢？我找了几个比较我可能会常用的应用。那 N8N 应该已经覆盖大多数的热门应用了，除了前面提到的 Notion 跟 GTP 以外，那其他像 Google 或微软或 Dropbox 的服务，或者是社交媒体像是 Facebook、Twitter、YouTube 也都有。然后像 IG 好像是在 Facebook 的 API 下面吧，那如果有要用的人可以研究看看这个。那每一个应用就是一个节点 Node， 它大致上的逻辑就是说，每个节点它可能都在做一件事情，完成后它就会把资料往后面的节点送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试着结合的工具，想找看看是否有这个节点，也可以自己搜寻看看，在工作流 Workflow 界面点击右上的加号就可以搜寻各种节点。那即使没有的话，这也是可以自定义的。不过这应该比较进阶，所以我也还没有玩过自定义。而且如果有内建的节点的话，我一定还是优先会先用内建支持的功能。那再来是触发器，就是所有的需要 N8N 自动执行的工作，大家从一个触发开始。讲白话就是说，你总要告诉电脑它什么情况下要开始执行工作。比方说最基本的就是说，你点击它的时候它才执行，或者是说你可以设定时间排程触发，比方说你可以让它每分钟就执行一次任务。那另外也可以设定成当某些应用执行的时候触发，或者是被其他工作流触发，或者是有更进阶的一些像 Webhook 触发，或者是工作流错误触发等等。那这些比较进阶的，我也觉得先不用研究，大家不妨先从手动点击触发或者是时间排程触发开始学，其他的触发方式可以随着你对软体的熟悉再更进一步学习。
那再一个比较常用的是流程 flow， 比较常见的就是如果 if 这个流程，你可能会听过写程式的时候常常会用到这个条件，但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。讲白话就是说，如果发生什么事的时候，你希望这个流程要做什么，否则它就会做什么。那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也常常会需要用到这样的逻辑，只是说在编排自动化工具的时候，你就需要更清晰的告诉工具它什么情况要做什么。虽然有点像在写程式，但是逻辑是视觉化的，所以即使你没有写过程式，你也可以比较直觉的看得出来你的工作流的逻辑是什么。那像是我们可以看一个我做的 Notion 结合 GPT 的范例，那我们来看看效果。那像左边的这边是 N8N 的设定，然后右边的是一个 Notion 的表。那比方说我这边设定了一些参数，那我打勾说我是不是要执行，那有打勾的话它才会去执行。那我这边有要求说他扮演的角色要求的目标，然后这个是内容，比方说我想要他翻译嘛，那这是我想要给他翻译的内容。那我这边按下执行 workflow， 那它就会一个一个节点的去把它跑完。OK， 那完成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 Notion 这边，它帮我把它标注成已完成，然后这个打勾也都消失了，然后翻译的内容也都完成了。那其实这个工作流我只是把它排成直的，方便大家左右观看。那其实它只是一个连贯的逻辑而已，它其实就是像这样子。它第一点，它就是最一开始这个就是在执行它工作流的意思。那像这边的第二个点，我在指定到 Notion 的资料库中，我会去确认说，它这个是否执行，是不是有打勾？有打勾的话，它就会进到下一个阶段。然后它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，这边是第三点是要取得资料库的内容。那因为这边没有执行，所以左边是没有资料的。那像如果刚刚有执行过的这个节点的话，就你其实可以在这边看到说，前面它抓到的东西会是什么，然后它这边，譬如说这边抓的是一个资料库的 ID， 然后它 output 的东西会有什么，这样子。然后下一个节点就是一个判断式。那这边的判断的话，我是用来判断说，打勾的东西是不是有填内容，然后还有没有选择模型。如果都有的话，它才会传给下一个。那这边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像这边如果抓到资料嘛，那它就会做一些判断，然后才会再传递说，我有2个有打勾，所以我要传递给下一个东西。那下一个就是这边就是给到 Open API。那以 Open API 来说的话，它就是打勾的资料，那我把它传入我选择的模型，然后我刚刚设定的一些内容，那最后OpenAI 回答的东西是什么，就是在右边就会出现了。那就再进到下一个阶段。那第6个阶段的话，就是我把 GTP 的答复再把它填回 Notion 里面，然后并且把它的已完成跟是否执行的打勾取消。那像这边的设定就会是这样子，就是我有得到答案了，所以我把这个答案填回去，然后做一些事情，就像刚刚说的，我把回复给贴上去了，然后我把进度改成已完成，然后是否执行的这个打勾我就把它取消掉，这样就是完成了这个任务。那当然啦，这是比较简单的范例，不然像刚刚的工作，其实用我之前发布的 Google 试算表跟 ChatGPT 结合的工具就可以执行了。那但 N8N 可以再把流程做得更复杂，而且可以完全依照自己想要的工作流程来设计，一切取决于你的想象力跟需求。那这个范例要如何参考呢？那我觉得刚开始你可以先参考这个范例，就像这样子，整个框选复制，那我已经把它贴到了Notion 里面。那你只要在这个代码上面右上角 copy 这段代码之后，然后譬如说你的电脑版的连结在这边选择
Ctrl V 或者是 Command V 贴上，那它就会把这段代码贴上来了。那比方说你这边可以增加一个启动，就是你如果点击的时候就启动它，然后把它连到这个连结就可以了。那你这边会看到说它的这边显示惊叹号，那这个代表说它需要你的凭证，就是像Notion 它有它的 API 凭证，OpenAI 的话那也有 OpenAI 它的凭证，而你只要替换成自己的 Notion API 跟 OpenAI 的 API key 就可以了。那比方说你点击这个 Notion 这边，然后点击选择 Create New Credential， 那它就会叫你输入你的Notion API key。然后同样的，如果是 ChatGPT 这边的话，它也是在这边选，那你就可以创建你的 OpenAI key。那要如何取得 Notion 的 API key？ 你可以在 Notion 页面的左上角选择设定与会员 Setting and Members， 然后点最下方的 Connection 连接，然后选取下方的开发者与管理整合 Develop or Manage Integration。那这边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金钥，设定你想要的名称，比方说我这边设定成Test。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点 Show， 然后复制这段金钥，那你就可以贴回刚刚的这边需要设定金钥的地方。这样就设定完毕了。那其他的 Notion 节点，它这样子也会自动带入刚刚的这个金钥。但是 Notion 这边还需要多做一件事情。就是比方说你想要调用刚刚的资料库好了，那比方说你从这个范例中，我最下面有这个资料库，好，你复制到你的 Notion 的页面 ，OK， 那这个在你的 Notion 页面里面了。那你需要让 API 可以调用这一页的话，那你需要在这个资料库这边选择Connection。连接，然后增加你刚刚增加的那个金钥，是我们叫它 test， 这样确认，那 API 才能够去调用你的这个金钥，这个是 Notion 需要额外做的事情。然后 OpenAI 的 API key 之前有讲过了，那怕还是有不知道的人，所以这边原谅我直接引用一下之前的影片。在 OpenAI 官网上方选单，开发者 Develop， 然后选论述 Overview， 然后在右上角登入后，同样在右上角选单选账号管理 Manage Account， 然后第二个是先在账单 Billing， 然后选择付费方式 Payment Method。添加你的信用卡讯息，这边不需要先付费，而且 OpenAI 会提供3个月内的测试额度。虽然这边应该会显示18美元啦，但是官网上面是写说你的适用额度是5美元。那至于哪一个才是正确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连测试5美元都不到。然后第3点是选左边的 API key， 这边就是 API 金钥。那你在产生 OpenAI 的 API 金钥后，记得要先把金钥自己存起来，因为你只有在产金钥的时候可以复制。如果不小心错过了也没关系，你可以删除旧的，然后重新产一个新的金钥，但这是要记得要复制。那你取得 API 金钥之后，一样在这边贴上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节点吧。就是我一样就是把2个打勾，希望它翻译的打勾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刚刚电脑版重新编辑后的来执行看看发生的错误。那我刚刚排查一下，我漏掉了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刚刚这边在设定金钥的地方，
它这边有几个选项，第3个选项能力 capability， 然后再往下滑，下面有一个 user capability， 那你至少需要让它可以 read user information， 就是可以读取用户资讯，然后你可以不要 email 或者是要 email 都可以，但你至少要让它可以读用户资讯，然后这边按save change。那回到刚刚的这个 credit 的这边的部分 ，Notion 的这样子，这边显示绿色就代表它读得到，因为我刚刚其实没有读到，刚刚没发现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 workflow， 再尝试执行看看。那这边又错误了，那刚刚其实我有在排查一下，这边的状况是其实要再点一次这个列表，虽然其实我的表的名称都是一样的啦，但是就是它还是要再选一次。那这样就可以得到资料了。那我们再继续执行看看。OpenAI 这边又出错了。好，那我刚刚大概又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因为是电脑版它的版本比较旧，所以它没有像 Chat 这个选项，所以原本我在网页版用的 Chat 相关的设定就都没有抓到。那如果你要用电脑版做测试的话，你可以先用比较简单来做测试啊。那它这边只能用达芬奇模型，就是它不能用比较新的GDB 3.5 Turbo 模型，就是它的调用方式是不一样的。那像达芬奇模型的话，你的方式就可以是说，比方说我这边要求它做的事情是 prompt 这个，把这些翻成中文，然后中间加个冒号，比方说这样，然后这是我要它翻的内容，就是英文。那你可以在下面看一下，这个是你要的完整的 prompt， 然后执行。OK， 那这样就可以正常执行了。那后面我原本还有做一些事啦，那这边我就不详细介绍了。那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直接使用线上的版本。那后续大家也可以尝试自己编辑看看自己的工作流。N8N 有很多不同的应用程序，所以你可以按自己平常的工作流来设计你的自动化工作流。那刚刚的这个简单的范例 Notion 连结我会放在资讯栏提供大家参考，大家都可以去玩玩看。最后就是还是老生常谈啦，自从 ChatGPT 诞生后，你可以把语言生成工作交给 AI 做，所以像过去回复信件、生产关键字、翻译新闻摘要、情绪分析、文案撰写等等之类的工作，这类的工作的自动化现在都变成了可能。所以建议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哪一些工作是可以交给电脑或 GPT 来做的，结合这些工具以后，它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效率跟便利呢？那希望透过这次分享，你可以多多感受到一点点 AI 结合自动化那股强大的可能性跟潜力。那下部影片我们再来说如何部署自己的 N8N。那制作这类教学影片不易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，欢迎按赞订阅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你对这部影片有什么看法。拜拜。